对，因为终身型的保险会让你就是一般业务员的立场就会说你有多少保费啊，那你可以缴多少预算，那我们就来规划。可是如果你又规划终身型，你希望说未来都要保险，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你的保额很低。对，因为它要保你一辈子嘛。对，可是这样种状况下，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不够有钱时，万一或者我眼前就要发生状况，所以更好的方式是回归到定期险，因为定期险下来，搞不好你的保费只需要缴原本你预计终身型的1/3或1/6之间的范围。然后你把这些钱省下来去做复利滚存。对，总有一天我们有选择权。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和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因人情买的保单很废，我应该继续缴吗？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常常有感同身受，就是说我到底这个保费是我亲戚朋友叫我买，我到底这个好吗？到底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两位非常厉害的财务顾问洪哲明跟邱茂恒，跟我们谈谈这件事情。我特别想要找财务顾问来谈这件事，就是他们两个并不是直接卖保险，他就是建议你说你财务应该怎么做，所以他们的建议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公正客观，可以做参考的。然后我之前哲明有上节目来跟我们谈一小段保险的东西，然后我把它剪成短音，然后上架之后，其实引起非常大的回响。那个短影音在谈的事情，就是常常他觉得小孩的保费比大人还多，这是很大的误区。因为小孩最大的保障就来自于大人，结果你没有保大人，然后都在保小孩，这个是很严重的误区。那我觉得保险的误区跟盲区可能不止这些，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再来跟两位好好问一下相关保险的细节。不过一开始还是先请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好，有志好，各位理财小时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哲明。有志哥好，各位理财小时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身边很多这种例子，其实我以前也是，就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卖我保险，然后我的亲戚朋友卖我保险，他卖我其实也不贵啦，我就买了，然后就缴了很多年，那我也不知道好不好。那在财务规划上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要怎么评估自己的保单到底买的对不对，好不好，够不够这些事情好，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要先知道我到底有哪些保单。OK， 对，因为我们常常很多客户来找我们的时候，他手上带了一堆保单来，然后我们通常还会请他去这个保险存折去下载下来，去稍微做个核对。就常常会发生一些状况，就是他带来那一叠保单，其实有的根本就已经失效了，还是什么，他忘记了，所以这些其实也没有用。或者另外一种状况是原来我还有那些不在这里面的保障，可能是在其他地方爸妈买的，或者是什么地方忘记了，或保单不见了，这样。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请大家知道我到底有哪一些保单。OK， 好，那再来，我觉得慢慢我们可以接下来聊的就会是什么叫做好了。因为你要先评估什么东西叫做好的保险嘛，那好的定义其实蛮因人而异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慢慢去谈到所谓的风险的责任。所以举例来讲说，如果今天是一个年轻的朋友他可能单身，然后你没有孩子等等的，一人保全家保，那在这种状态下，其实你的保费应该不至于太高才对。因为你应该就是一些基本的像医疗险实支实付的这种保障应该就很足够了。对，那但是如果是一个双薪家庭的，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的家的保费应该是不会低到哪里去。对，因为我的责任可能还很高。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先从了解自己有哪些保单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跟大家讨论的会是什么叫做好了这样。我自己曾试图去登录保险存折，然后我看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就是确实我有些保单都忘记了，结果它里面竟然没有细节，就是没有那些条文细节，我就说哇，那这到底是怎样？所以我到了这一步，我盘点完以后，我自己要再往下挖，就是说那我要去申请什么理赔，那我要怎么办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蛮多人的难处。对，因为保险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保险的条款。对，可是保险条款在我们的经验上，其实就很像那个大家投资前都说详阅公开说明书，但没有人要看公开说明书，就是看好看完报酬率，对，过去报酬已经很不错了。对，但其实专业还有这个症结点都在那。包含投资你怎么投资，它架构怎么样，保险也是，那它的架构怎么样，遇到事情它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全部都写在那。那保险存折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总览。
对，它告诉我们有哪些保障，有哪些东西，我付钱给谁了，大概对，最重要是这样。对对对，可是所以他们通常是，如果我们跟客户会希望他还是尽量能够带正本过来，那只是为了让我们核对有的还有没有效啊，有的是不是真的状况是这个样子而已。那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蛮卡关在这，但就有几个关键点，我觉得要知道，保险就是在保那种我们解决不了的风险。万一通常发生以后，它就会让我们有很大的损失，所以通常就是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身故上，如果我真的走了，我有没有对哪些人有责任啊？那有没有责任就是通常就是另外一半要不要照顾啊？小朋友是不是还在求学当中？那有没有父母要照顾？还是房贷这种贷款，如果万一这样发生状况以后，难不成叫他们搬家吗？还以及最后自己的成果展的费用啊，身故成果展的费用，对对，所以我们会知道说，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列出来。然后再来是，如果我失能状况下，那我假设我是要请另外一半来照顾我吗？那他的收入也要算进来啊，不然他会没有收入。那或者是我在安养中心，那我要住什么样程度的安养中心？那通常大家要真的发生这种事要躺多久，我们也可以算出一个金额，那就是我们平常医疗大家俗称的实支实付，因为一些耗材比较好的一些可能耗材的使用上，然后还有就是万一发生重大伤病了，那这个万一我可能会顿时工作，那这几年的支出那一来，然后还有就是万一真的得到癌症，那我癌症医疗很贵，那这个金额也要算进来，所以这种几个大条的事情一定会对自己人生财务跟资产累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就要考虑。那考虑完以后，当然如果你资产都能解决，那当然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通常就是 CP 值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转嫁给保险。我们可以比较单纯，你先也不用看条款，你先看保险存折上面我这几个东西的保额够不够。对，因为它很单纯嘛，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保险的内容名称是什么，它后面保额是多少，你就先算完以后你先去对，你会心中有一个大概。譬如说当我看到我的保险存折里面这个医疗险，假设是什么终身医疗，然后跟你说一天赔1000块，那你就会发现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实支实付有吗？好像不是跟我的身故好像也没有关系跟我重大伤病也没有关系，跟癌症也没有关系。那我有需要为了一天住院1000块去买这个可能一年要缴个1-2万2-3万的保险吗？我们先有这个觉察出来以后，我觉得之后的调整会渐渐渐入佳境。我觉得另外一个会觉得自己保单很废的瞬间，就是说比如说好了，我的朋友的例子就是说，他医生说问他要不要用达文西，就是我标靶药物来治疗，就是那种比较贵的。然后他就想说，那我的保险有 cover 吗？他就花了很多力气，打了好多电话，最后发现没有。然后他就觉得，那我缴那么多钱要干嘛？我会觉得这分2件事情，第一个是我怎么知道我的保单有没有 cover 某一个现在看起来蛮容易遇到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我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像刚刚查尔斯讲的，我们要先把那些严重的项目，我们把它列出来。OK， 好，所以说在我们第3本书《设计你的财务幸福》里面，我们有把这些项目列出来，所以大家先就这些项目你会有哪些保障去做调查，这样子。那我也知道，大概要请大家看条款，然后就知道保什么，应该是挺困难的。对啊，我连正本有时候都不知道丢哪去了，对，都找不到了。所以可能有几个方向吧。一个是如果我们还跟业务员有联系的话，可能可以请业务员给我们这个答案。如果他还算专业的话，应该是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些统整这样。对，那只是说大家要当心的是，就是你可能做完统整，接下来他会再送一个建议书过来了。对，还是说那你的保障你还缺什么什么的，那你要再买了这样。所以这个可能自己要有心理准备这样。那如果真的也不希望这样的话，那可能像我们在协助客户做这些统整，我们也不是一张一张这样子去翻，而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保险的系统。那你就把这个条款输入进去，然后这些通通都输入完之后，最后我就可比如说按说，如果它发生恶性肿瘤，会理赔一次金的金额。保险系统是免费可以用的吗？当然要收费，当然是要收费。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把客户的都放进去。但是如果对大家真的你已经找不到管道了，那一年可能有蛮多种系统的，有的一年2000，有的4-5千，也有上万的。还是就自己认真一点，打电话去保险公司的客服问他一直问这样子。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就是变成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先知道我这一堆保单里面，在什么状况下大概会赔多少钱，这是要先了解的一个部分的。这样，我还问了朋友，就是说什么时候觉得你的那个保单很废？他提了一个很经典的答案，就是储蓄险。
他就说他去理专，那个理专还不错，他就推荐他买了储蓄险，然后结果回来以后被他亲戚朋友说你买这什么储蓄险很废，然后就是他说有几个缺点嘛，就是你要固定放了好几年，我6年或7年，然后提前解约就会有就是拿不到这些报酬，报酬率还蛮低的。他说那你不如去买0050，那这种储蓄险是真的很废吗？还是有些人是特别适合？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不知道在哪时候讲了一集，然后说99%的人都不适合买储蓄险，好多哦，只有1%的人适合对对对，因为储蓄险的用途，你看你是要存钱吗？那存钱不能自己存吗？那再来是你是要投资吗？你投资不能自己投资吗？那而且大家想过，你储蓄险放在那里缴的那些保费，那保险公司拿去做什么？它就是拿去投资吗？对对对，而且它的投资方式是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方式啊。那当然有点像是，所以他知道他可以赚到多少，大致上，然后他分你一点汤。而且重点是它的设计还很分汤而已，对的，它设计还很棒。它我们通常最少听到大概就是6年期的储蓄险。对，所以其实你在投资的回测你会知道，那可能时间越短，那投资的风险越高。对，所以他需要把这个东西，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就是其实是转嫁给各位，转嫁给大家嘛。因为他有限定，你说如果你前面太早，那他就不会赔你那么多，你会亏钱啊。所以他等于是他把这一个东西也先算进去了。跟你说，那你要放6年期的储蓄险。那储蓄险的优点当然是有，就是强迫储蓄。但是它报酬率不好。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客户，他如果已经满期的储蓄险，他其实已经可能会比定存来的好了。那他可能就会拿来做紧急预备金的运用。真的极端状况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笔钱可以拿出来。对，所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但大多数其实真的很不适合储蓄险。而且通常大家还会容易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之后可能会遇到什么事，就把这笔钱存在储蓄险了。我之前就有客户在一开始来咨询我就遇到这个状况，他预计想要存一笔钱，然后明年后去考一个国际证照，要几万块。对，然后但是这是他脑中另外一个想法，然后他另外一个朋友来找他说，那你买一个10年期的储蓄险。对，可是他明年不就要考试了吗？对，我们会有这个意思，可是那是因为我现在一起讲可是对那个人来讲，他有点像是这是不同时间的想法。OK， 那大家而且彼此是不流通的。对，他就是觉得这个叫做要考试，这个叫做朋友叫他要存钱。对，所以他等于他把每个月可以存的定期定额的概念，就拿去买这张储蓄险。那我就说然后但是他跟我讲以后，我就说那你明年要考试，那你知道你这样会亏吗？然后他才意识到，他得提前解约嘛，对不对？对，因为他没有其他，不然他就要其他生钱生出来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在做一个财务决策的时候，他可能很难想到另外一个层面。那储蓄险的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以外，他会失去一些弹性。所以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只是如果你发现说你自己定期定额做得比较好，然后你短期内有些目标要使用，这些事情你能够分别处理做得到的话，那其实可以不用去买储蓄险。如果他不买储蓄险，可是他目标可能就是强迫储蓄，然后可能要波动小，因为储蓄险就是可预期的收益嘛，那你会建议他应该做什么？如果是希望就是波动小的话，通常我们可能还要先讨论一下他所谓的波动小是多小，就不要离储蓄险太好。就假设我们不要一次让他跳太多好了，买了一个会涨停跌停的东西，这太多，就不要差太多，但是让他稍微心里可以接受，会是什么？基本上我们就一个最大的原则啦。高风险的东西，你如果要高报酬，基本上它风险就是要高，所以没有那一种什么风险一样，然后会有报酬比较高的一个状态这样。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像遇到这一种，我先讲，如果我们是这个朋友，他是来问我，哲明这个储蓄险我可不可以买？所以这个状态是他还没有买的时候。对，假设他还没有买的话，因为买了跟还没有买之前的做法是不太一样。对，我们来等等揭晓一下，你先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对。对，好，所以如果是还没有买的话，更重要的就会是先厘清一下我们的目的会是什么。对，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像刚刚讲是短期的这种目标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多数就是6年期到期，然后如果你去看解约金表，你会发现你缴6年的钱跟你6年后满期拿出来的钱差不多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代表你这6年你的投资报酬率就是接近0的意思。那这个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一开始6年的钱我都存定存，我1年虽然只有1点多%，
但这6年加下来也还是有一点报酬啊，不会是打平而已。所以我如果目的很确定是一个短期内，可能是6年内或甚至更短的情况下，那其实储蓄险就不会是适合的一个工具，应该就直接定存就好。那反之，如果我今天的目标是比较远的了，对，那你就可以很轻易的算出来说，今天即便我要保守的投资，好，比如说股债比5:5好了，那可能也许目标报酬率3% 或到4%，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报酬率，都会远比这个储蓄险的报酬率要来的明显，要来的好，至少好上1% 到2% 左右。那如果我的目标既然有这么远，10年。那其实按照我们的概念，如果你有10年的时间啊，你其实还可以再更积极一点，股债8:2或甚至全股票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想要稍微不要那么积极保守一点，好，那你就把这个股债配置比稍微拉低。但即便是这样，4% 都还是会高于比如说可能2% 的储蓄险的报酬率。所以时间够长，你可能又不会使用到储蓄险，你就是投资就好。对，所以这就会是我们讲说你还没有买的话，它尴尬的地方了。短的你赢不了定存，长的你赢不了投资，那所以购买它一定还要有其他的原因。我这好像比较了解分用途嘛，那就分用途就是时间。那你买储蓄险大家绑6年嘛，那就稍微比较中长期了。那你就是股债这样配置一下，其实报酬也比较高，反正你5-6年用不到，反正你就放着嘛。可是你真的觉得要短期要用，可能1年后要用，那你放定存1年至少还有1%多可以使用。OK， 那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朋友已经买了怎么办呢？我们上次有一个来宾他就讲说，他也是绑了6年期的，然后他在第4年的时候勇敢把它解约了，他做了这个决定。其实买储蓄险真的非常多，对，然后他们遇到了很多外面的建议之后，他们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解约？那这种问题也是还蛮实际。那你们2位怎么看呢？大家被推荐储蓄险的时候，他通常会跟你说这个之后会有多少钱嘛？对，或他跟你说这个利率是多少嘛？如果你有办法的话，其实我们可能真的要考虑的是 IRR 的内部报酬率，就是它真的是赚多少，而不是他讲的是多少。对，然后你去算以后呢，如果他已经买了，那当然我们就会通常就比较尴尬一点。对，那买了以后，其实我们就会算几种方式。如果真的要仔细细算，第一个，如果我解约拿去假设是投资的话，那最后累积差异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们继续放，那之后累积差异会是什么？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通常我们会比较建议的一个方式叫做减额缴清。减额缴清意思就是说，我储蓄险假设6年，但是假如我已经缴3年了，那我就用我已经缴的3年的保费去摊这个6年的保费。那摊这个6年的保费，你就知道，那它的里面的价值跟它的保额一定会有所下降。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你之后就不用缴了。对，然后你的等于是你牺牲的东西你就没有那么的大，然后你也不用现在解约，感觉好像现在就亏钱。这的确是一个方式。而且如果这样处理以后，储蓄险你之后不用去，你就解放出你之后的保费，等于是拿它再投资，然后剩下已经之后等它满期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当紧急预备金看待。因为它时间放越久，它还是会赢过定存。我们就是让自己当初的选择不要做，就是比较让它感受比较亏损不要那么大。可是大家有一个要理性来讲，我觉得不太容易，因为长期来讲得到最好的结果是你现在认赔，然后可能去让它去做复利滚存。可是你现在人性就是你要先亏损一笔。这件事比较困难，所以一般会推荐大家使用减额缴清的方式，让自己之后的保费不用缴，然后其他原本的用途以后预计当紧急预备金，然后之后不用缴的保费你拿去做投资，可能会比较适用于大多数人的状况。然后关于那些很废的保单，我上网搜寻，还有一个常常被网友们提到，就是那个投资型保单，都那个时候 slogan 就是投资兼保障，强迫储蓄，然后结果但是就大家网友就是说绩效很差嘛，然后就是把投资跟保险混在一起，就是投资不好，保障也普通，然后所以大家蛮多人觉得它废。那我想要请教2位，那2位怎么看这件事情？好，这个一样又是要分，真的好得罪好多人哦。这一集储蓄险讲了，投资保障也讲了。好，一样来分，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好，如果就是现在是建议书放在那，然后我们还没有签还没有签的状态下，好，那像我们先大概说一下这种投资型保单的话，它基本上就是我会缴一些钱进去，然后有一部分会是我的保障。
好，所以它里面会有我的寿险保障，那你可以去调整你的寿险保障。对，然后但是呢，这个保障也不是免钱的，因为它就会从我缴的保费去扣，所以你保障低的话，你会被扣的保费就少，然后相对你可以拿去投资的就比较多了，这样。对，所以它有点像就是你同时有一个寿险，然后再加上一个投资的部分这样。那当然，首先第一个大家就会想要问说那如果是一个寿险加一个投资，那我为什么不要拆开了，我自己买一个寿险，然后再单独自己拿钱去投资就好了。对，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关键的地方，他把它都让这会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费用跑出来，你分开买的时候是不会有的这样子。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你就是会增加一些费用。然后再来如果有建议书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前面缴的保费，比如说你可能是月缴1万块，一年要缴12万，然后你缴个3年之后，你去看一下，它右边通常会有一个试算试算说那你3年后这个保单预计的价值会有多少钱？对，那通常在2-3年的状态下，也是会跟储蓄险有点像，你在这个状态，你暂时都还没有办法拿回你，比如说刚刚缴的36万。因为前3年就会是它的费用很高的情形，第一年你缴的钱很多时候都是拿去缴保险公司的行政费用，还有这个业务员的佣金，所以真的进到投资的金额相对是少的了，它就会是一个耗损了这样。所以真的我们把它拆开来，一个自己去买一个定期险，再加自己投资，跟放在里面的话，你就会有遇到这些耗损的问题。对，所以通常比起来应该不太容易会看到说就是投资型保单会比较好啦。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投资型保单通常它后面我们要选择的标的因为寿险公司又会跟比如说投信公司去做一个连结，就是说让这个投信公司我们这个钱就去买投信公司发的基金这样。所以有时候报酬率不好的原因又会是在其实你那些标的不好。你一样，我有点像我拿着钱去买基金。那现在大多数人都会知道，基金多数时候不一定会赢过大盘。对。那当然后来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投资型保单，它会连接，比如说 S&P 500基金，那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对。那但是这也是在这个架构之下，你还是要多增加一些费用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清楚说，如果我是拿这个钱去买 S&P 500指数或买0050，那我干嘛不自己买就好了，不是一样吗？对啊，所以这个就会是如果还没有买的话，你可以稍微去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这样了解。对，了解。那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买了以后怎么跟他讲因为那储蓄险还会到期，投资型保单一买可能很久，所以大家因为我有学到一点就是反正我们就理性分析一下，这时候我们如果结束应该怎么试算，然后如果不结束要怎么试算。因为我从2位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反正我们都模拟看看嘛，你都会知道节目是什么。对，原来就是这个就是精髓之所在。讲了几个比较废的保单，还是有人就是保障很不够啦。比如说就有朋友问我说，就是他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健康，没有买保险，然后现在40几岁有三高，然后还有一点肥胖，然后还有挂过几次急诊，他就想说那现在还应该买保险吗？那应该去怎么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保险它的最大关键是保我们不够有钱的时候。对，当你资产已经累积足够多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保险嘛。对，所以反而是那我们要想，他如果说他年纪很大没有保险，那他当初没有缴的那些保费，他拿去干嘛呢？对，有没有真的能够让他复利滚存，最后让资产增加吗？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起码从现在开始。那现在开始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如果说现在年纪比较大，然后要看看可不可以保。那如果通常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年纪太大有体况，你想保，保险公司也不让你保。对，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几件事嘛，就是譬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项目会除外，那或者有些项目会加费，或者直接整个拒保。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也没有关系，那既然没有，那我们就赶快把这个钱我们开始规划，让自己加速滚存，说能不能有一天可以及早让自己不用面对到这些风险，我们可以自己承担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保险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思考到那个一些保险我们就不要买终身型的保险。对，因为终身型的保险会让你就是一般业务员的立场就会说你有多少保费那你可以缴多少预算，那我们就来规划。可是如果你又规划终身型，你希望说未来都要保险，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你的保额很低。
对，因为他要保你一辈子嘛。对，可是这样种状况下，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不够有钱时，万一或者我眼前就要发生状况，所以更好的方式是回归到定期险。因为定期险下来，搞不好你的保费只需要缴原本你预计终身型的1/3或1/6之间的范围。然后你把这些钱省下来去做复利滚存。对，总有一天我们有选择权啊，尤其是很多人说保单很废，是终身型也包含了我们有当时的医学的角度。但是它的内容就包含到说，比如说你伤口要15公分，我当初根本就没有归案标靶药物，没有这件事情。对，可是你到后来要用的时候，你发现我已经20年缴完，居然发生事情我居然没有办法用。这个我觉得是你少了很多弹性调整的空间。最终还是以资产来解决所有的状况，你有选择是比较适合的。保费贵的时候，你之前有好好累积，保费贵你可能反而不需要去买保险。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关键字就是终身险，就是终身医疗相关的东西。这个其实网络上也尤其是最近就比较多讨论，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划算吗？合理吗？就是终身医疗它通常是比如说我可能买1000元日额，真的赔的时候就是赔，比如说我住院1天1000，好，然后当然后面会附带一些手术的项目，然后就定额，就比如说我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手术，那我就会赔多少的手术费用给我这样子。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东西相对不适合多数人？就是刚刚讲到的，如果我今天买了，我今天可能是这个条款里面写的都是跟现在的医疗方式有关的理赔，可是我们想一下，如果20年后呢，会不会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存在了？对对，那或者是新的更有效的出来了，对，但是你就没有写在那个条款上面。对，所以我们不用，我们可以看过去的例子好了。在大约20年前，我们最常讲到就是买所谓的终身癌症险。癌症险也有这种终身险。我好像20年前有买过这个东西。这个多少大家应该都会买到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保费，然后你会觉得，缴20年，然后我就这辈子都有癌症的保障。确实。而且为什么大家会很重视癌症？因为在20年前左右，大家一得到癌症，大家的想法是哇，这个很严重，这个叫绝症。所以当时的这个理赔也会是，比如说，我赔1天，我的病房费就会增加很多。然后甚至有的还是赔所谓的，如果因为癌症而身故，要再另外赔我多少钱。可是到现在20年后过去了，这个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险种，你20年保费缴完了，结果发现，我现在要用标靶的时候，这一张保单完全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作用。这就会是终身险，你一买完之后，然后缴完这辈子，结果没有因为一些医疗的情况下去做一个变动。所以像终身医疗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会是我们会觉得，尤其医疗的变动这么快你然后年轻的时候就把大把的保费缴进去了，因为终身的话就是把我老的时候很贵的也压缩到20年内要缴完嘛。对啊，那就会很可惜，说我就缴了这么多东西，然后现在真的要赔，它就是赔有点鸡肋的一个金额了这样子。那所谓的定期险，我印象中我现在的定期险好像是1年1期，然后就是它有时候做一做会突然那它突然不继续卖了，所以就是要换的意思吗？定期险的话，我们要考虑，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有分成人身嘛，有寿险，然后也会有产险的部分，对，那要特别注意说，它到底给不给你续。因为通常对它通常有个名词一个叫做保证续保，一个叫做自动续保。产险很多这种类型是自动续保。自动续保意思就是说每年对它当然会记得要扣你的钱，对，要扣款嘛，对，它自动帮你续，你不去讲它就自动续下去。可是它如果哪一天它不想卖了，它会跟你说，那以后没有了，我们就到此为止，这个叫自动续保。那你本来可能预计会有的保障，你就会觉得怎么我怎么没了？对，叫自动续保。以为有，后来就其实它没有卖了。对，像其实市面上有一些产险的癌症的一次金，其实有的东西还不错，可是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它是自动续保的类型，它哪一天不想卖你就会觉得你原本规划了没有，万一那个时候假设年纪真的也稍微大一点了，结果你没有规划好，突然你就会发现被迫自己承担，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但是另外呢，我们通常大部分会拿到那种大本的保单，那种人身保险那种形态的，都是保证续保，但我们要去注意它有没有保证续保。保证续保的意思就是说，它通常会限制这个年龄，条款也会解，就是说你可以保到什么时候，那然后而且你可以继续保下去，它以后假设不卖了，它也不能跟你说我这个章要停起来。它除了自动按扣钱以外，你是有一个权利保障，你可以保到什么时候，只是你自己可以要或不要而已。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注意一个点，名字听起来很像，
但要选择有保真续保的产品。这细节真的是还蛮多的。好啊，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关于保险，就不管是很废或是很重要的保险，就是你们常遇到就是客户会疏漏的地方，有没有可以给大家一点提醒？其实大概我们今天聊到的都会是我们会觉得客户的保单的这个清单一拿来，我们会觉得很头痛的，大概就这些了。投资型保单、储蓄险，然后终身型的医疗险，或者是最近也会看到所谓终身型的重大伤病险，等等这一些。那原则上就是终身型，因为你就少了这些弹性啊。对。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因为所有的保单啊，大家也不要说今天听完这一集，然后看到自己有买终身型就跑去解掉，这也不好。因为如果已经买了，我们的解决方式跟还没有买是不一样的，判断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我觉得如果说很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买到所谓很废的保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比如说有需要的话找一些专业人士聊聊。那当然也欢迎来找我们定方财务顾问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说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书，设计你的财务幸福这部分针对风险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专章，去告诉大家说保险到底你要怎么评估你的责任，然后要怎么样去做一个保单上面的规划或调整。如果是我的部分的话，我通常也会就是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有一件事情是在我规划中发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通常在规划中我会问我的客户说有没有哪些不太方便动的保单。对，照理讲如果理性上我们当然是要以最好状况去做调整嘛，可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通常有这些就是爸爸妈妈买的，亲友买的，对我很好的阿姨，对，很好的阿姨买的，那变成是他有时候不是内容问题，是你沟通上、情绪上的问题，会导致你不好处理。所以我们也要让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他的难度。如果他觉得有困难的地方，我就会说，那或许如果影响真的不太大，你愿不愿意自己承担这个部分？你保费可能继续，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帮你买，然后成年以后告诉说以后你就自己缴了，但其实他根本没有那么适合。那有的人就觉得他愿意为了这个情绪成本上的这些的冲突，情绪冲突上的成本，然后让他自己说，那我愿意承担那些，然后我以此为基础再向上规划，然后而不去选择理性上最优解。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像都只能往最理性的角度，我觉得还是要以自己能舒服，然后也考虑过这些因素影响以后，以自己愿意承担的方式去前进，这时候你才会达到自己最喜欢的幸福。我现在有点掌握财务规划精髓，就是有两个人帮你，或者你的财务顾问帮你模拟出各种情境，让你做最适当的决策，不只考虑钱，还考虑你的真实的家庭状况、朋友状况跟你现在的财务状况，然后帮你做出最佳的决定。也推荐大家去参考他们最新的书，就是设计你的财务幸福。谢谢两位今天来我们节目，谢谢。谢谢。